那在轮回里面哦，在这个生命的游戏里面啊，我们常常会误解一些东西啊，有一些名词啊，你看东方人呢就会有很多名词，佛啊、菩萨啊、神明啊、仙啊、阿修罗啊、鬼啊、妖啊、魔啊，哇，一大堆这些名词啊，这些每一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会搞不清楚。然后西洋的外国也有啊，也有上帝啊，然后宇宙的本体啊、魔啊，这些也都有啊。那这些名词指的到底是什么？每一种的存在，它是一种什么东西？这样，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这些东西哦。每一个现象，它都会把我们抓在轮回里面。如果我们要跳出游戏哦，其实你不是进入那个每一个这种状态，而是离开所有的这些存在状态。我们说佛、神啊什么这些，它其实只是一种认知而已。这些名词，这些所有的存在状态的一种定义啊，其实都不能让我们离开故事，它就是故事里面的一种角色嘛。就是我故事里面的人物啊，从人类，然后东升级跳到神，哇，我的人物变神了，哇，人物可能更大只，然后能力更强，然后使用的技能更多，然后又从神他跳到哇罗汉，哇，好厉害罗汉，而且又是一个名字，然后他要跳到哇菩萨，这时候使用的技能键居然有50多个，然后就哇好多技能这样，原本只有几种而已，那这样代表什么？还在游戏里面而已。菩萨是这样，它是一个你跳出来过，你登出过，然后你知道自己是玩家。只要知道是自己玩家，在游戏里面哦的人物结构就会有点改变，因为你会用更活、更开放的态度去玩游戏。这时候游戏的很自然，你的人物的很多技能会被解放出来，那你就多了很多技能这样。但是不管多了什么技能，你那个人物还是人物啊。你不要把它当成说那个就是你的主要的存在，玩家才是，不是那个里面的人物。不管你里面的人物是人啊、神啊、仙啊、佛啊、菩萨啊，叫做什么都好，那它只是里面的一个人物，你不要把里面的人物当成外面。那所以我们现在来谈的是游戏里面的这些不同的存在状态有什么不同？我们来聊一下，从最高的所谓佛开始聊。我们认为说佛是所有存在状态里面最高级的佛。每个宗教都有不同说法。对啊，有不同说法。就是同一个存在状态有不同说法，可能有人称佛啊，有人可能称什么？有人称上帝啊。哦，对啊。有人称阿拉。对。对啊。然后都不一样。那我们暂时这里称为佛。假设称为佛是一个最高的状态。那佛这个东西哦，其实它讲的不是一个个体性。就是我们会想说，在个体性来讲，最高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佛是一个认知上的最高状态，上帝是一个认知上的最高状态，然后甚至阿拉啊，或者老子说的道啊什么，那它是一个很最高的状态。但是这个东西啊，其实佛它不是一个个体性的，就是如果个体性的最高状态其实不是佛，因为佛已经超出了个体性，所以它在游戏里面哦讲述个人能够达到最高境界，其实不是佛，因为佛不在个体性里面，佛其实是用来形容登出之后，游戏外的这个整体状态，游戏外它包含了游戏，游戏比如说是这样子，那整个游戏外它包含了游戏，那整个游戏之外跟游戏的整合，这个整体叫做佛，它是一个整个意识场，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意识就是从这个意识所分出来的，那这个叫宇宙一切万有。你把它称为上帝也可以，你把它称为佛也可以，它就是所有的总和，叫做佛。那这个东西不是个人化的，所以它不在游戏里面，它不是游戏里面个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人可以成佛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大家都说哦成佛哦我成佛了，我是大佛，我是真佛，这个我头上就会冒出问号来，奇怪，这个是不是很就是契合佛理这样啊？就是他应该是不懂什么是，不知道什么是佛。对啊，我就觉得他就是对佛法还没有，他可能就是想表达他是最高境界这样。对啊，应该是这样，就是去形容说自己达到了最高境界。那但是其实佛并不是个人的最高境界，它不是说一个个体性，所以没有个人化的成佛这回事。成佛的意思就是说你回家了，回家就个人就没有了，所以不会有那个个人成佛这回事。墨子成佛了，那墨子就不在了，那就没有墨子了。所以真的没有那种真佛，就是有啊，化身成人的真佛大佛。没有，因为这个佛这个字是用来形容佛，我们把它拆开来，中国字很有意思啊。拆开来是怎么写？一个人字旁，这个福，福是什么？就是没有啊。
不是啊，没有啊，没有没有人，没有没有人叫做佛啊，嗯怎么可能有人成佛呢？这不是完全不对了吗？就跟那个字就不一样，这个字很妙，就是没有人才是佛，有人就不是佛，很妙的真佛。很妙啊。所以这个佛这个字是用来形容说，哎，你回到了整体，那你不存在了，你个人化没有了，个人化没有了，那就是佛了，那就回到整体，那个整体叫做佛。那宇宙一切万有也可以，上帝也可以，佛也可以，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它就是一个宇宙整体的意识场，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包含在这个意识场里面。那既然是这样，它不会是一个个体化的了。那佛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登出之后，开悟之后，我们变成我们原来是个玩家，然后我们再进行游戏。那玩家想说啊，那游戏已经没意思，我不玩了，就关机了。然后这时候玩家去哪里？关机之后，玩家就融入了那个整体，就不见了，连玩家都没了。这时候那个没有的整体状态叫做佛，所以连玩家都没有，更别说游戏里面的人物。那没有佛来帮助人吗？就佛就是一种空的状态，空如何帮助有呢？那为什么有人说真佛真佛？就没有真佛这回事啊，真佛就是空啊，真佛真佛就真空啊。就像弥勒佛，他没有弥勒佛啊，弥勒佛现在在兜率陀天，他的名字叫弥勒菩萨，他不叫弥勒佛。他叫他现在的身份是弥勒菩萨。当初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成佛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状态是十地菩萨的状态，他不是他可以叫做是一个佛，因为他在这里已经证得可以回家的状态，但是他先不回家，先教大家一些道理之后，然后他再关机回家，关机回家才是佛，而他已经具备了是佛的这种状态，但是他还没有回去变成佛，而是在这里以十地以上菩萨的身份在教大家，必须要有个体性，菩萨才有个体性，佛没有个体性。所以关机回去之前都叫菩萨。这是大家不了解的，以为佛陀在这里成佛之后他是佛啊，怎么可能在世界上没有佛？其实我告诉大家，真的没有佛。佛不是指个体性，佛是指回到那个整体的状态叫做佛。他就不是人嘛，这两个字很简单。你是个人，怎么可能还是佛？所以没有佛陀是菩萨陀。菩萨陀是吗？菩萨一坨一坨。可是佛陀现在也是就是佛啦。佛陀只是一个名词嘛，对啊，它就是一个名词，所以但是在存在状态上面来讲，没有所谓的佛这种存在状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些就像即使是西藏好了，然后他们有活佛转世的制度，然后比如说达赖喇嘛他是一个活佛，他说他是就是这个转世制度下他是一个活佛，活佛是一个称呼，就是用来代表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具有佛的智慧的这样一个存在，然后就把它叫做活佛，不是他是一个活着的佛，不是这样，这个是完全误解。那达赖喇嘛他是一个活佛，那他是谁的转世呢？那达赖喇嘛从历代一直过来都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那他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啊，所以他是观世音菩萨，而不是佛啊。他是菩萨的化身嘛，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化身成达赖喇嘛的样子，然后来传道。那所以他是一个菩萨，他是活着的，拥有佛智慧，佛就是宇宙空性的这种智慧，那他活着具有空性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称为活佛，那不是一个活着的佛，我是一个活着的佛。所以大家对这个常常会有误解了，就觉得说是一个活佛，有活佛啊，有真佛，有大佛，对呀，其实佛并不是指个人化的。那菩萨呢？什么叫菩萨？佛解释完了，然后我们来解释菩萨。菩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菩萨是一个在整个游戏里面曾经登出过，就是他曾经按到，不管是不小心按到，还是研究了好久、学了很久，然后去按触发的，反正他就按了那个登出键，然后啪登出了。为什么我不在游戏里面了？怎么回事？这里是哪里？他登出了游戏了，他进入了空，他发现自己不是游戏里面的角色，整个游戏就像一个梦境一样，然后是一个游戏，然后他登出来，站在玩家的角度，站在这种纯然观察角度来观察着整个游戏，他在游戏之外，这时候登出了游戏的刚开始登出游戏的一瞬间他其实连游戏都没有，就是那些解释啊，对世界对自我的认知会在那个一瞬间都不见了，那不见了之后，
他就在一种纯然的空里面，他这时候其实是回到家的感觉的。但是很快，因为他其实对于世界，他的阿卡西记录还在，他的第8意识还在，所以这些东西啪又跑出来了，然后又看到游戏还在，原本他啪跳出去，然后没有游戏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后来这些东西又跑出来，然后是游戏，但是他站在纯然的观察你的角度去看到了游戏，游戏还在，这个身份还在，所以他站在纯然观察的角度，他站在游戏外面，以玩家的角度去看待游戏里面的人物啊，游戏里面的场景，这样的存在的人叫做菩萨。那刚开始他跳出去的时候就没有了，就空。然后，但是他又生出这些阿卡西记录，生出这些第8意识的这些资料的时候，游戏又跑出来了。这时候他就以一种观察者的姿态在玩游戏。刚回来的时候，这些资料还是跟他很接近的。原本我们是在游戏里面玩游戏，我们是游戏里面的那个人物。跳出来之后，就用玩家的身份在玩游戏。但是这时候，游戏跟玩家之间的距离其实还蛮近的。这种蛮近的程度很一不小心，然后他守不住这个玩家的角度他太沉迷于游戏，他还是会忘记自己是玩家，然后觉得自己又是游戏里面的人物了，哇，又是墨子，我是墨子我是墨子，然后这时候又迷失了，但是这种迷失不会很久，他又跑出来，我刚刚迷失了，不好意思，我还是回到了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游戏，所以这个状态叫做初地菩萨，初就是最原始、最刚开始那个初，初地菩萨还有分哦，还有分，从初地到实地嘛，从初地到实地是一个说法，也有说到12地、13地的，但其实这个规范并不是那么重要。反正就是越来越深的意思嘛。说越来越深也可以，然后说他的观察者的角度距离整个游戏越来越远也可以。你就会从一个很远的角度去看着这一切的发生，那就会变成说这个游戏可能是你观察的一个小部分而已。你用很远的态度去角度去看着它，那你就这个外面很广阔，那这个很小，那就会变成说，在你的意识大海里面，游戏的结构，你就发现只是一个小部分而已，然后外面好广阔好大。那你越离得越远，你就会发现越大。那整个那个很庞大的就是你自己，然后那个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这个故事、这个游戏，那只是一个轮回。你离轮回越来越远，所以你怎么可能被轮回拉回去，然后又开始轮回？不会，就到了一个够远的程度你就不会再被拉回去了。那个不会被拉回去的这个程度，我把它称为8地菩萨。8地菩萨叫做不动地，也就是说，到了不动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跟他已经够远了，不管这里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被拉回去了，就没有轮回的可能性了，在这个位阶，所以那就会离开彻底的解脱轮回。所以刚开始登出之后，到这个程度，它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是你一直用观察者的角度消化掉你在轮回里面的这些信念，所有信念越来越薄，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到达了这个不动地，然后就彻底解脱轮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之前我们喝死藤水的时候，然后你说我那一次提升到初地菩萨的，就是你感受到初地菩萨所感受到的状态，这样，就是你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跳出了人物的视角，然后然后变成玩家，然后你就在一种好像纯然的观察者状态，然后看着一切的发生，然后你跟一切是有距离的，所以你就会体会到那样的状态。但是不是说你已经证得了初地菩萨，只是你短暂的在那段时间体会了，跳出了人物视角，在菩萨状态的这种视角去看待，你就可以短暂体会到初地菩萨是什么状态。那这算开悟吗？不算开悟，也不算因为开悟是恒久的，那个只是短暂的，你的意识状态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体验。不过喝也不一定体会到，每个人喝的状态不同啊。你不是想说，我来体验看看那个观察者是什么体验，那你就去喝，结果你喝的不是体验那个，不一定是体验什么。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呀，有些人是体验到地狱，对不对？那有些人甚至喝了好几瓶都没感觉，就是只是一直呕吐，噔都没感觉。我说，我喝死藤水，我体验到初地菩萨，那也是我的经历，而不是每个人喝了都会这样子。重点还是自己登出啦。就好像我发现很多人会把那个当作是一个开悟
对呀、对不对？就以为是那个就是开悟。但其实这样还只是初地菩萨哦。就算你体会到那样，也只是初地菩萨。你还只是初地，而且你不是说初地什么到2地、3地、4地那个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是吗？它的比喻有点像这样。你初地菩萨只是刚离开了这个人物，你就会发现你跟人物是脱离的这样子。但是从初地，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距离，那2地的距离可能就是这样的距离，就很远，就很远。你从初地到2地其实是一个很远的路程。那从2地到3地，可能就是从这边到3层楼那么高的距离。就比喻，比如说2地是这样，那3地可能就3层楼高的距离。然后3地到4地啊，可能就从这边到大气层那么远的距离。然后从4地到5地，又可能从地球到月球那么远的距离。它其实是每一个距离啊都相距非常的远，就是。我们以为从初地之后，我是菩萨了，很厉害啊。其实还有很远的路会经过，它很远的一个过程。就可能想说可以很快就明天就2地，后天就3地。对呀，其实没有那么快速，没那么容易。就你对啊，喝死藤水顶多就体验到那种观察，真正体验到观察者的，真正体验到观察者的角度，那还只是初地哦。不要想说我就是喝了死藤水就开悟了，那每个人喝一喝不就好了嘛？那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就喝一喝，体验过。至少也不错，对。体验过，你会对生命有另外一种看法，你就明白说，原来是有观察者视角的存在，你就真正站在那个视角去感受世界，你会觉得，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以前可能是吸收来的观念，讲说，从观察者视角去看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你喝了，你可能会，体会到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真正体会到。对，就我知道，观察者，我就想说把这世界当游戏，我知道是一回事，体会是一回事。对啊，就有层次上的差别，这样，在那个状态就可以短暂体会到，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真正体会到，原来真的是观察者跟世界的确是有距离，的确是有分别的，可以站在那个纯然的观察去观察一切，这样一步一步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到了8地菩萨以上就不会再轮回了。那到了10地啊。就可以关机，然后不玩了，就是这样。菩萨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会不会到8地就很容易到10地啊？会吗？8地其实就可以关机不玩了。10地菩萨是说你已经具备有最广大的智慧，你能把最广大的智慧流入游戏里面，就把一切万有的这种所有可能性的智慧，然后把它用在游戏里面，这是10地菩萨的一个状态。那等于是说，这个状态就是能在游戏里面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这样。你可以举个例吗？例如什么？例如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想说，你说的没错啊，我有神通，我可以运用什么神通，那我就是10地菩萨了。那你变100个世界出来看看。就是你想象我神通啊，我手上要火就有火，然后我要几个分身有分身，你认为这样就10地菩萨的境界嘛？10地菩萨是这样。弹指间可以变化出百千万亿的世界，你能变出一个世界出来看看嘛？你搞不好都变不出来，不要说弹指间变出百千万亿的世界，所以那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就超过我们能理解的范围。它已经是你所有意识在瞬间，你可以变现任何现象，甚至连整个世界都可以在一念之间变出来。为什么阿弥陀佛可以变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它是用一念而已。大家认为说，哇，里面有什么柱子，然后镶金的又翡翠，什么镶成一个柱子，然后很漂亮的宫殿，然后有多大多大，然后多美，真的有这个地方没错，它是一所学校。但是怎么变出来的？一念哦，各位，不是他想了很久，用意识，然后去花了5年的时间，然后去用意识建造出来，不是，慢慢的，不是，他是这样，然后整个就出来。所以这个就是10地菩萨。真正的实力就在这里，它在宇宙间，它可以瞬间变现任何现象，弹指之间没有时间的问题，所以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佛只是一个名称啦，对，谁都可以叫佛嘛，反正名字，中国字里面有这个字，那谁都可以用，那所以ID 都可以取为佛啊。对呀。现在户政事务所都可以改名字，其实我也可以去叫什么佛之类的，对啊，就把名字改成什么佛这样啊。莫佛，莫佛，这个还蛮好笑的。对呀，所以玩家的最高程度，不管你把它称为13地菩萨也好，10地菩萨也好，也就是菩萨的最高层次，也就是这个世界里面存在的最高等级了，就是这样。那这些比较高的等级，它是需要登出作为背景的。其他的一些存在方式，它不需要登出作为背景，但是
佛菩萨这种存在的方式，佛当然已经是登出了没有了。那菩萨这种位阶的这种存在状态啊，它是需要登出作为背景。你是说佛是登出回家？已经回家了。那菩萨就是登出，就是开悟，但没有回家。对，或者他登出之后没有回家，但是他不一定会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可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面存在着。那但是他跟这个世界又可以以化身啊、分身的方式来在这里展现啊。那讲到菩萨，就是大概是这样，他就是菩萨的最高的境界哦，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在游戏里面啊要扩展到无所不能的境界哦，还是要真正去登出了。登出之后，你再来玩游戏，你可以玩到最高境界。可以去看看我们频道里面分享的有关开悟的影片。我们也有分享开悟引导，大家可以去听听。其他的，讲到像天人，那佛教里面用天人这个名词来说明，那其实就是不同世界的高频存在。就例如说高龄啊，扬升大师、扬升大师、高龄、天使。扬升大师听起来感觉上应该是菩萨。是菩萨。因为他为什么能够做扬升大师？他能够是大师级的，然后又可以在非常扬升的状态下，然后能够有很大的能力。相信这种层次应该是大菩萨的这种阶段。所以扬升大师是菩萨，应该是大菩萨。那像一些高文明外星人，高文明外星人，它就是频率高的存在。这种在佛教里面规范成天人，是正面的。正面的。那负面的天人呢，就把它规范成阿修罗。那其实就是魔啊、阿修罗啊，这种负面存在，也就是它有高能力，但是却是负面的。所以高维度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个我们可以找一集影片来分享一下。那所以阿修罗就是负面的高维度存有，那正面的高维度存有就称为天人。那这些高到一个程度，我就没有形象的，那就那就高一些高龄啊，它其实没有这种形象。形象是这样子啊，我们这个肉身有物质的身体嘛，但是频率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没有物质化，它就纯粹能量化，但是看起来还是有身体，它是有一个有样子的能量状态，还是有一个样子。那再高到一个程度，就连样子都没有了，然后就只是一团光。那这些其实都称为天人，都是天人高龄。那再高到一个状态，连光都看不太到了，它就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存在状态，这样。那看不到，不知道是什么这样。就一直往上走，这个形式就越来越看不到这样。那这些都称为所谓的高龄。维度比较高的存在，它就二元性很分明，要么就是极善，要么就极恶，所以它会完全偏一边。那我们这种世界啊，就是刚好善恶都有，各参半这样，就很二元，黑白也各一半，善恶各一半。讲到天人啊、外星人啊、高龄啊，其实都属于同样的一种状态。再来就讲到所谓的神，神是有分成，如果外国讲的神，其实是指最高的，就宇宙一切万有，佛，然后他们会讲说神。他们讲的神其实就是上帝，然后就是最宇宙一切万有。耶稣吗？不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菩萨。耶稣就是菩萨，神就是佛，就是宇宙一切万有的。对呀，菩萨是从佛生出来的，所以源头把我生出来嘛，那就比喻成他是我的父亲这样。那所以就是上帝就是耶稣的父亲。在我们中国的神明，那又是不同的一个东西。对，民间的神。民间的神明到底是什么？大陆啊、台湾啊、东南亚啊，都有这种神明的这种认知。那对于这个神明到底是什么现象？它其实是在佛教里面把它统称为鬼道。那这听起来鬼道好像很不好，其实它也不是说不好，它是我们人在这辈子结束之后如果没有转世到其他地方去，但是我们又很执着这个世间的事情，它就会转生成这种状态，我把它称为鬼道。但是这种状态不是说就是很低频的，不是，它是在这种没有肉身，然后却转变成另外一种有形的这种形式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它其实不是只有不好的，它其实也可以有频率稍微比较高，然后比较好、比较善良的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
我们就要把它规范成神明。哦，就所谓妈祖啊，对，玉皇大帝妈祖啊，是吗？玉皇大帝不是，玉皇大帝是天人。哦啊，他是天人，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妈祖啊，土地公啊，土地公啊，对啊，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神明，像什么关圣帝君啊，就是很多人往生之后，然后给他一个封号，那他本身也是很善良，然后但是他对这世界有一些执着，然后他就留在这边变成另外一种存在状态，那就变成所谓的神，这就是民间的神明。民间的神明你进入那个世界之后啊，灵界之后，他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规范，那如果你相信那个规范了，你就掉进那个系统里面，你就变成在那个系统里面运作。哦，对啊，对，还是一个规范这样。还是一个规范，还是一个系统，这是我们民间说的神明。而且他们是不是还是会有就是势力啊什么的？有，他们有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势力范围，不同的。就其实跟人一样嘛。其实跟人一样啊，有党派啊，有什么。化身嘛，对啊，人死后世界当然就会用人的那一套在生活，对啊，所以还是一样，人就会对啊，就会有势力啊，有什么的。因为我们可以找一集来深入聊聊，可以深入聊聊，因为这些我接触的还不少，还去帮忙处理过一些事情，这样，在这个世界，我听到您最近的故事真的是蛮妙的，台湾人都知道的那种神啊什么的，原来他们其实都是会有什么争夺啊，土地争夺权位什么的，对不对？对啊，有一些他们的不同派系、不同领域，然后在争夺一个权利这样。对啊。有一些这些现象，就势力范围那种很有趣。其实，以前我们想说神明是很高等的存在，他们的内心一定会很高尚。其实也有一些人性的部分，但是反过来看，一些比较高等的神明，他还是非常具有善良慈悲的特性。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我们肉身所能见到的另外一个比较纯能量化的世界，我们可以把它叫灵界。那在灵界里面，神明算是比较高等的存在，那另外一种存在就是鬼，鬼就是我们人最害怕的东西嘛，就很多人都觉得怕鬼，那觉得鬼就很可怕这样。等一下，那这样说不就其实人人都可以当神明？就是如果你想当神明，你死后就请人家把你做成一个什么神啊，你住在里面不就好了？可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大家会认为神明很棒，然后受人供奉。但是今天如果换成是你，我让你当神，然后你就住在一个木头的雕像里面，然后我每天就给你香插在前面，然后放一些水果这样，你哪里都不能去，你只能待在这个木头里面。他们真的都是这样？你要吗？当然不是这样啦，我只是举例。对，他还是可以自由离开来去啊。但是我们觉得哇，神明好棒啊，受人供奉啊。但是如果换成是你，给你刻一个木头，你只能住在里面，然后每天用一些水果啊、香啊，然后拜你，然后对你很恭敬啊，哇，神明哇，对啊，拜你，然后但是你只能住在那个木头里面，来享受这些所谓的贡品什么，然后这样就还有一堆信众，然后这样的生活你是觉得很棒、很美好的吗？如果是我是不要了。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神明就是一种人死后可以变成的一种状态了。如果你想要的话，如果有这个愿的话，想要帮助人间的，它是有一些可以帮助人间的方式跟力量。如果有这种兴趣或者这种愿，也可以朝这个方面。对啊，也是一条蛮有趣的选择，这样。人人都可以当神明。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神明啊，你当神明还是要有比较偏向善念的一面。对啊。那如果你太负面了，你就只能当鬼，没办法当神。没有那种，不是有那种阴神？阴神他还是鬼。那为什么有听说什么神，但是就是有恶的部分呢？因为神明只是一个名称嘛，在那个世界里面其实没有划分的那么明显的。也有恶的部分啊。你能力强，但是你的心念不是很善良，你可能也变成另外一种，也变成一种恶的存在，就是不善的存在。就是但是有自己的信众啊、势力啊，所以可以说是我是神明这样。就神明就也是一样，就是一个跟佛啊、菩萨都一样。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常常会有一些狡诈的事情欺骗的事情，就是因为人对这个世界并不了解嘛，然后就会有一些人，比如说我的频率在某一种频率，然后跟某一个所谓的神，然后能够比较容易感应，然后我就变成他的代言人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是观世音菩萨。我听到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嘛，我耳朵听到或者我内心影像跑出来，真的看到一个观世音菩萨，我就觉得是观世音菩萨，但其实是伪装的，又不是真的。这个世界就常常会有伪装的事情出现。这可以早一集讲，到时候我把它记下，早一集分享这个，会有伪装的。伪装。所以有些人说，我遇到神佛啊，遇到玉皇大帝，遇到观世音菩萨，他请我当什么？请我当代言人，然后并且我死后会让我到什么世界这样。我遇到弥勒佛啊，叫我当代言人啊。很多讯息都是假的。所以很多灵他是故意幻化成一个菩萨的像，然后去骗人这样。没错啊，因为信念是可以传达的嘛，你只要有在那个世界他们是很能传达意念的，所以他只要传达一个你知道的菩萨的样子给你看，然后你就觉得他就是那个菩萨。菩萨其实神通广大，他干嘛要代言人？对啊，干嘛代言人？菩萨还要人的帮助，然后才能做事，那就很奇怪啦。那怎么会是神通广大的菩萨？所以这些观念信念都是有点问题的。就是像以台湾来说呢，你看什么没有灵媒最多，每个都通灵啊，这边通那边通，然后每个越通的越大，这样哇，我通的是玉皇大帝，我通的是观世音菩萨，我通的是如来佛祖，我更大。然后每个人都通啊，很多都通啊，到底通的是什么？谁知道？所以真的可以通到什么耶稣啊、玉皇大帝，是真的可以通到，还是可以吧？还是可以，但是基本上10个通有9个都不是真的，因为谁都可以说他是耶稣啊，谁都可以说他是玉皇大帝啊，就是在一个看不到的世界里面，又充满着人性，那充满人性就会充满着欺骗。那你确定你通到的耶稣是真的？通到的耶稣，你是怎么分辨的？其实很简单，从能量上我就可以分辨，因为一般人他没有办法去感知能量的频率，所以他对于讯息的来源频率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光是什么，他的对啊，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对象是什么。所以这就是说，你起码也要就是修到能够感觉到分辨频率的高低，你再来通，不然你通到什么，你是问号的，对，也是问号，你通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这样。不然呢，你通的是什么，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每一个他都会跟你说他是一个菩萨什么的，都很大。没有人说他是一只鬼这样，对啊，没有人在你耳边，然后你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说我是鬼，你来帮助我。其实他不会这样讲，他一定说我是某某菩萨，你帮我做代言人啊，我跟你合作，那我会当你的眼睛，所以你也会赚到一些钱。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看到人所看不到的事情，那你就会很准。比如说有一个信众或者有一个人来问你事情，那你就说你是不是有3个兄弟啊？然后你哥哥有点弱智啊，你家住在戏子啊什么，然后讲得很准，哇，菩萨好准哦，真的是菩萨。其实那个鬼去查的，或者去看的，或者去鬼也有他的神通嘛，有基本的一点神通，他能够知道一些事情。然后，你就哇觉得好棒哦，我可以靠这样赚钱，然后又跟这个所谓的菩萨合作，其实你合作对象根本就不是菩萨。这种很多台湾太多了。这个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去一个所谓的什么坛然后我就看到奇怪，那边有一些频率低的存在这样，那他就帮人家算什么，我就看了结果后来换我算的时候，那我就把那些低频的存在就给它封印起来，把他们就跟他们玩一下，把他们关在一个地方这样，然后就让他们没办法跟这个人产生连结，这样没办法告诉他事情。然后换我的时候，他觉得他就讲不出来，然后就奇怪了，然后就开始乱掰，就没办法讲出对的，然后就说一些根本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情，对啊，然后就后来就当然我还是好心，然后付了一点这个钱，然后就走了，就觉得。就玩一下，这样就觉得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鬼他不会觉得很讨厌吗？他不会生气吗？会不会生气？应该是会啦。就是怎么那么无聊？但是我只是因为那以前不懂事啊，现在我就不会做这种事情。是很久以前。对呀10几年前了。对呀，更久了。可能60年前。60年前我还在娘胎，都还没出现。这样哦。对呀，我还上辈子。60年前我还在卯宿星。这样。所以这个讲到神明，还蛮多有趣的现象神鬼其实他们是同样的灵界的一些存在，这样。每个都讲好长。对啊，大家怎么讲？没关系可以大家自己去分段看吧。所以刚刚是从佛讲到菩萨，在天人跟天人阿修罗就大概讲一下，因为他们是
同样高维度的存在嘛。然后还有，然后再就神啊、鬼啊。神鬼。鬼没有讲的很多了。嗯。鬼当然也很多东西可以讲。反正知道它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往生之后，然后没有投胎到其他世界，然后对我们这个人的世界很执着的情况下，所转变成的一种状态。六道轮回，把它叫做轨道。其实轨道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存在方式，它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存在方式。怎么说？除非经过修行、修炼的一些鬼魂，不然它的存在状态是很容易受到干扰、受到损害。因为它的能量其实不是很强。其实鬼怕人，不是人怕鬼啊。人都觉得鬼好可怕，其实鬼看到人才可怕。对啊。因为人的能量场是比鬼强的。对啊。那人去接近鬼是不舒服的。自从遇到墨子之后，就不怕鬼了。对啊，我还说，墨子，我们去找鬼，陪我们去找鬼。好奇宝宝。然后他要指给我看，鬼在哪里？我就看不到，但是还是很开心。但是看久了头就很痛。会感受到那个地方。再来人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不用讲了。鬼再来是人哦。天人再来是人，然后才是鬼。天人人鬼。然后再来就地狱道，地狱道就是我们精神所幻化的一个受苦的一个地方。我们如果相信有地狱这样的地方并且我们活着的时候有很多业，我们没有把它处理掉，我们觉得我们杀生啊干嘛的，然后很多事情没有处理掉，然后我们又相信有地狱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变成这种存在的状态，然后就会感受到很多痛苦这样。是精神上痛苦还是身体上？其实精神就是身体，没有实质的身体，但是就有点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做梦，它的痛苦不是来自于那个你真的有一个肉体痛苦，但是那种恐惧啊，对啊，可怕啊，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痛苦。这样，什么割舌头也不是真的有舌头可以割啊。对啊，反正就是痛苦。那其他的状态还有一些我们比较知道的，比如说精灵。精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它其实是一种比较高维度的存在，存在在我们这个世界。对于佛教来说，精灵还是属于天人类。但是它不是在其他的不同的世界，而是存在在我们同样的世界，却是重叠的不同空间。然后我们一般看不到它们，因为它们的维度比我们要高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它们。但是它们却又存在。它们通常体积比较小，然后通常存在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靠近就山啊、树啊，然后山里面，然后跟植物会有很大的关联，这样。下次我们找一集去找精灵。好啊。之前找过都没找到。他们有能力去转换次元，然后让普通的人也看得到他们。那如果遇到，你可以请他们请求他们一下。他们就属于一种。那可以请求他们就是显露在荧幕上吗？就能拍到他吗？他们通常连人都不愿意接触了，何况出现在荧幕前。这个拜托吗？相信你可以尝试的，可以尝试的，就是人家不想也也不能逼人家这样。那另外有一种存在的方式是我们地球研发出来，也不一定是地球研发了，就可能是其他的文明然后传下来的一种方式，然后经过修炼之后呢，可以达到一种境界。这个叫做仙。仙又是什么？神仙呢？仙到底又是什么？仙是从中国古代道家传出来的炼丹的方式。炼丹不是那个外丹，不是炼一颗东西叫做丹这样，是从修炼身体的能量的一套方式。然后经过那套方式之后然后就可以达到某一种状态，离开就可以把这个肉体抛弃掉，然后用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存在，然后就可以存在个好几千年甚至更久这样。仙的存在状态，它就是人体经过一种锻炼之后，然后达成一种状态，就把人用身体累积了很多的能量，累积了很多的气在我们身体里面，之后把这个气在一个已经成熟的气机把这个累积完的这个气，然后把它移到头顶。移到头顶之后，跟我们的灵魂，也就是神识合在一起，把气跟灵魂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时间然后就这时候我们准备好要放弃身体了。所以这时候就进行一个动作，就把身体所有的营养、所有的气全部再聚集到这个地方。然后全部聚集完之后，身体其实就已经没用了。因为身体的机能那些精华，然后能量全部都被你弄到头顶上了。这时候就灵魂就出窍，啪出去，然后这个身体就变成一个没用的东西了。出去的那个东西你的灵魂结合了庞大的能量团，
出去之后，这个能量团啊，你可以用你的灵魂，用你的意识去把它变化成身体，因为它的能量也已经被你储存压缩，密度形成一个相当高的存在，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能量团幻化成一个新的身体，让别人看得到，连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都看得到，不是那种哇灵魂出去看不到，不是哦，连我们人都可以看到，所以它可以变成一个人的样子，变成人形，然后或者不同的形态，变只鸟啊，变什么都可以，通常都会变人形了，然后又可以飞行，一个会飞的人形，哇，大家觉得很酷啊，这个是什么？它就是仙。那离开了身体之后，它就可以用新的存在方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它是一种既是能量，也可以幻化成接近物质的能量，让人家看得到。通常还是你感觉得到，但是也不是我们这种肉体了。那这个形态哦，在这个世界可以存活好几千年，甚至更久。这种就是仙。仙其实它归类哦，还是归类在人的范围，它只是比较进化的人，就是把人的机能提升到一个不同的境界，所以它其实还是人。在六道里面，它还是属于人的范围，比较进化的人，不同存在方式的人，它还是人。这就是仙。那我们再找一集分享什么是仙，如何修仙，大家有兴趣可以之后看我们的影片什么时候发布。那有人说植物啊、树木都有生命啊，那又是什么？以佛教来说，生命是分成有灵魂跟没灵魂。那树木是属于没有灵魂的。它的灵魂是这样，它是树木是一种有生命现象，没有个体性灵魂。它的灵魂是属于整个场的，也就是你可能整座森林的树木、植物，然后是同一个意识这样。对啊，当然不一定是整个森林，它可能有区域性。但是它其实不是个体性的灵魂这样。那以佛教的观点，不是个体性的灵魂就不是六道轮回的范围。不是。那它轮回哦，它比如说你整个森林里面一个统一意识场，然后那个统一意识场叫做山神，那山神还是归纳成轨道的范围啊，所以植物其实是属于轨道，但是一般人想说，植物怎么会是鬼啊？其实植物它不是个体的统一的意识场，它是一个统一的意识场，整个比如整座山啊，或者整个森林啊这样，那这样统一的意识场，它又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属于灵界的范围，它会归纳成轨道的范围这样。所以它是有意识，但是没有灵魂，没有个体灵魂的。那没有灵魂又怎么会有意识？就是它灵魂是一个整体大的，而不是单独一棵树，然后或者一个小花，然后它有一个灵魂这样。那为什么它还是会有什么恐惧啊？甚至有人说它有痛觉，植物有痛觉。痛觉是没有神经，不可能有痛觉。对啊，痛觉是神经系统的产物，但是它是有恐惧的。就是它的恐惧跟我们人很害怕那种恐惧，有点类似，它是一种生命存在的一种反应，就是你要伤害它，要杀害它，或者要把它剪掉什么，然后它会有一种想要存活的这种状态，这种就叫做恐惧。所以说了这么多，除了佛以外，菩萨到地狱道、六道轮回地狱道，都是在游戏之内的，都是在游戏之内角色。所有都在游戏里面。这集讲的是还蛮清楚的，就是把它讲完了，虽然很长。对呀。一切的角色对啊都在游戏中。所以啊，即使什么菩萨啊，那都还不是回到源头的状态。所以游戏中没有大佛啦。对啊，没有大佛啦。没有。对啊。所以墨子不是什么大佛真佛。有人也说你是大佛吗？所以有人说我是菩萨，没有人说我是大佛。对啊，其实没有高低，因为每个人都是游戏里面的一个人物。人物其实没有高低啊，就算你的技能不同啊，其实你真正身份是玩家，玩家其实都一模一样。玩家并没有高低之分啊，所以每个人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只是一个玩游戏的玩家这样，知不知道自己在玩游戏而已了。对啊，好像很多人就是会去拜，有些人说我很虔诚。我就是很虔诚去拜，然后希望怎样。真正最大的就是佛啊，佛并不在游戏里面，但是它却在我们每一个人最深的那个观察、那个觉察，那个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意识。那个
真正的神性、真正的空性、真正的佛，其实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最深处。所以要拜就拜自己就好了。对啊，你拜自己就好干嘛往外拜？自己就是了。对，每个人都是佛，每个人最深处走到底就是那个佛嘛。自己拜自己，对啊，然后放自己照片，然后香炉这样子拜自己。有需要这么麻烦？你要拜自己还不简单，你手拿起来，拜，这样不就拜到自己的手了吗？干嘛还要照片？好啦，这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这集讲到这里，拜拜。拜拜。